在南亚地区有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他们被叫做海吉拉。自古以来以跳舞祈福为生，因此也被叫做神的舞者。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开始相信科学多过神学，海吉拉们的地位变得非常尴尬。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开化，在南亚诸国，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歧视非男非女的海吉拉们。印度、尼泊尔等国从立法上给予他们合法的身份，他们被叫做第三性别。今天呢，我在尼泊尔认识的这个朋友啊，春天，他是个中国人啊，他要带我去拜访他的一个第三性别的一个朋友。其实，在尼泊尔很普遍，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都能接受。他们一般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会比较多一点？受过教育的，或者是有机会的，努力向上的人，就是主持人呐、艺伎呀、化妆师啊、时装设计师都有。他们一个月可以达到好几万人民币。在底层的那些就只能就是站街啊之类的，因为没有机会，也没有受过教育嘛，家里也不接受。一般就是收入好的、能往上走的，都是家庭可以接受的，支持他们的才能往上走。我们现在到了啊，往上走。他住在2楼。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是职业化妆师。他是一个人住吗？还是和家人一起？他跟男朋友在一块。哇，男朋友。对。男朋友是做啥？你知道吗？做5星级酒店的一个厨师。这边。Hello，Namaste。这就是他们住的地方，他们家了啊。他们就是一个房间，然后厨房应该是公用的啊。Odo，嗨 ，Namaste， 很漂亮。像是他们2个人住在这里，没有和家里人一起住是吧？没有，因为他们家里都在老家嘛。他们在城市里面打拼。其实也跟中国那些年轻人差不多的啊。是的。Odo 与男友非常重视这次的录制机会，面对镜头非常坦诚，没有丝毫蹑手蹑脚的感觉。他们对我直言，不要有顾虑，想了解的问题都可以问。这里就是这个 Odo 的化妆台啊，因为他是那个职业的化妆师嘛，所以说他的化妆用品真的非常的齐全啊，至少比家里我自己的化妆台的东西看上去更加的专业啊。就这些那个化妆刷呀，都是大大小小的，应该有几十把啊。化妆师啊，一般来说女性居多啊，就是他们这种群体可能也就是说在心理上的话也更偏向于女性一些，所以说他们从事的职业呢也是跟传统的女性从事的职业相对来说的重合度也会比较高，像模特啊、主持人啊，然后化妆师啊的话，相对来说包容度、接受度啊，对他们也还比较高。和其他闯荡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与人合租在加德满都市中心的一套房子里，博大的卧室里弥漫着简简单单的温馨。他们相当于是工作大概多少年了？3他们都是7年。I'm 27 years, and she's also 25 years. 他们平时会自己做饭吗？他说会，你看会的很勉强一点。这里的房租一个月要2万5。2万5，那不便宜啊。对啊，啥都没有，还那么旧。1200多，1250人民币。很小的时候，Odo就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其实是一个女孩，渐渐的开始只跟女孩一起玩耍。17岁后开始留长发、着女装。相对于其他的像尼泊尔的这种群体哈，他们的家庭算是比较支持的，对吧？你如果是说不被支持的话，可能就生活也不会很好了。对，是的。有没有什么像社会团体来帮助他们去学一些技能，然后去找工作这种？Foundation 找的。有的。如果是帮他们有了那种工作技能之后哈，可能就是说不会说是做最底层的那些工作了，对吧？虽然有些人是有这样的资助去让他们学习化妆或者是缝纫啊或者之类的，但是有一些人还是会很懒啊。你教他了，他还是愿意去从事另外一些特殊行业，更快的获得那个财富，对不对？他们在尼泊尔有好多就是像主持人啊、模特啊、像化妆师，相当于是社会对他们这种身份来做这个工作，也还是比较认同、包容、接受的，是不是？是没有问题的。Just as normal，给彩铃的。
就是在以前呢，因为资讯没有那么发达，那人们只是靠想象去想象他们这个群体是怎么，就看的都是不好的方面，或者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那现在资讯比较发达，有什么 TikTok 啊、YouTube 啊，他们可以自由的展示他们自己的生活，那大家对他们了解会更多，其实更正面的会去接受他们这个群体。现在很多人出去打工回来，很多新的东西会进来，对，然后它就会开放。对，以前还有什么种姓制，你不能通婚了，现在对，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去了印度啊，还有巴基斯坦呀，就是感觉相对来说尼泊尔的就是社会的这种风气啊，要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包容一些，因为他们现在是男女朋友关系啊，他们在一起几年了？4年了啊，4年多。他们有没有就是见过家长呀？都有见过啊，都能接受是吧？啊，那挺好的，能够得到家里的支持跟认同。其实他们家人是接受的，家人接受的外力是他们身边的那些人，邻居啊、朋友啊、其他亲戚给大的压力。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希不希望就是说有一天，如果说可以像正常的人男女一样尼泊尔能拿结婚证吗？像这种，就是其实政府是没有给第三性别的人可以结婚证，但是他们的计划是他完成了手术之后，他转变了整个身份，他的那个叫什么身份证也变成女性之后，他就可以去结婚。就现在还没有做手术是吧？没有，还得存钱。做这个手术应该是挺贵的，大概多少钱？大概是200到250万卢比。那就是大概10多万人民币的样子。对，10几万。而且你手术之后，你有1年是不能工作的。得恢复是吧？你还得把那笔钱准备出来。生活的钱。对。就是其实手术只是改变你一个外观的，基本上都会成功，但是就是那个荷尔蒙的控制会比较有难度，就是要长期的服药。那也就是说，如果想彻底的转变这个性别的话，也得需要比较好的经济条件去支撑的啊。要不你就只能是在外面伪装了，不能从里面改变。对。他对于他们这个群体来说，基本上都是想彻底的改变的是吧？只是说有的经济能力可以才能去改变。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其实他们都想从根本上改变。像他们对于就是比如说婚姻啊、家庭啊，就是他们的看法，就是说必须想跟普通人一样，比如说有一个结婚证啊，或者是说只要2个人在一起幸福开心就好，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如果只是他们的话，一张纸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还有要面对公众嘛，那个这个叫结婚证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能拿到是最好的，就大家也不会再非议什么。从2个人来说，他们本身来说是觉得2个人在一起就好，对吧？对，对，但是因为生活也比较现实啊，外面还是有很多压力。对，我准备了几张就是中国的女明星的照片啊，放到手机里面，然后打算一会儿让他们2个看一下，对比一下，选一个他们觉得最好看的中国女明星啊。这个是杨幂。I like her. Yeah, and then I like her. 杨幂和那个刘亦菲一眼都看出来。She's kind of like beautiful, but then like in other different style. Yeah. And she's pretty. OK. 他选的几个都是比较就是偏甜美的那种温柔啊， is sweet. Yeah. Sweet. Yes. Which one you think is good? 刘亦菲。So this face you also see in the TV? Yeah. Like we don't actually know the name. Yeah. But then like we have seen them in TV and shows. Yeah. You also see. Shows, yeah. 他们也会看中国电视。他们也会知道一些是吧？就是名字不一定知道，但是会看过。对，但是会看电视剧。所以说有些脸啊，他们还是认识的，就是说不一定能够很清楚的叫得出来这些明星的名字，那么一眼都能认出这个杨幂和那个刘亦菲啊。然后他们俩一致是认为这个刘亦菲是最好看的啊。然后你能跟他们解释一下这个民族吗？就是说现在咱们俩是汉族嘛，就是这些明星里面有2个是跟像咱们的民族是不一样的。看他们从长相上看， You can guess which two is different. I think she's Korean. Korean? Yeah. I think
She's from Japan. Because of like hairstyle and all. 这是一个春哥啊，春哥的照片。Is it Thai? Thailand. Okay. I also have another. Yeah, you guess one is correct. She's different, but it's also China, but different as us. So like Shapa, Chattilibang, So their face are a little different. different nations. Yeah, different. 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点点难呢，对于他们来说。啊 She's Right? good, yeah. 啊 ，yes, you are correct. 啊，他们真的是居然猜中了哈，猜中了这个娜扎跟那个吉克隽逸啊，因为吉克隽逸的肤色特别的特殊啊，所以他们一眼就猜中了。但他们觉得吉克隽逸有可能是泰国的啊。She's also Chinese, but from another part of China called Xinjiang. Their eyes and the nose are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as us. Yeah. 能够猜出来也是，我觉得这道题还是比较难的啊，能够猜出来那个娜扎跟那个吉克隽逸。由于第三性别人士的心理敏感细腻，更接近于女性，他们在尼泊尔通常从事与时尚艺术相关的行业。作为尼泊尔资深第三性别化妆师，欧达的化妆技术到底如何呢？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那个化妆间啊，然后这个专业的化妆师帮我解决一下我的小的困扰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小就是18岁以后就有眼袋啊，然后我是一个圆脸偏娃娃脸的感觉，所以一上镜特别一笑呢，就脸显得特别的大。我想看看他通过这个化妆的方式能不能帮我就是解决这些困难。现在眼妆好像是画到了一半啊，看了一下镜子中的自己，我感觉不太认识我自己了。现在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是小时候6·1儿童节要上台表演的感觉啊。画着画着啊，突然我的余光一转，我看到了我的左边墙上的这幅画啊，这里面呢，这是一个京剧里面的一个花旦啊。现在我看到我的眼部的这个妆容啊，感觉他好像是照着墙上这个花旦的眼睛给我画的。在化妆师的精心打扮之下啊，我的妆容已经完成了，还点了一个小红点啊，看上去应该不像那个6·1儿童节的那个啊，很有这个尼泊尔和印度特色的一个妆容就出来了，整个人的感觉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啊？觉得好看的扣1，觉得非常看的扣2啊。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如同夜空中闪耀的星辰，做真实而闪耀的自我，还是别人眼中期待的那个循规蹈矩的我？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人。我们欣赏星空的璀璨，而星星们却看不见自己的光芒。如果说千篇一律能成就风景，那么夜空也许就不会那么吸引。如果可以，去绽放自己独特的光芒吧，或明或暗，那都是你，独一无二的你。